奔赴抗日的最前线。我们17期的6、7、28三个总队同时入伍，现在都同时毕业，共3954人。校本部根据前线部队的需要情况做了统一分配。我所在的105师，原系东北张学良的嫡系部队特务团改编的，有几个航武出生的副团长、副营长、连长等代职来上军校，师委托他们挑选一些同学，由师指明电条，我被挑选上了。部队驻浙江诸暨，是抗日的最前线部队。我们同行的有10几人，经步行、汽车、火车等辗转到达金华，距诸暨不很远了。住在旅馆里，心里突然涌上唐诗里的凉州词：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我建议同学们到酒馆里聚一次餐，以后分到连队，各有职责，团聚比较难，大家都很赞同。在菜馆里，我们点了浙江名产金华火腿、绍兴老酒，大家说说笑笑，兴高采烈地喝起来。有个同学说：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回。我接着说：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大家都笑起来。到了诸暨，即向师部报道，我分配到314团迫击炮连当少尉排长，连长是辽宁人，1排排长江苏人，2排排长福建人，都是先期同学，很融洽，有说有笑。我联合团部住在一块，有2个营在前沿阵地与日军阵地对峙，经常与日军发生战斗。我连也根据前线需要，全连或派1、2个排配合营里作战。我军袭击日军杭州外围据点，一般都在黑夜。步兵袭击开始时，我们的炮也配合轰击，日军晚上不敢出来。袭击我们的哨所，一般都在白天。一个村、一座山头都是几得几失，像拉锯一样，你来我往，你退我进。日军进攻我军防御阵地，都是先以飞机重炮摧毁我军阵地工事，以坦克骑兵及步兵进攻。我军只有迫击炮、重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，但我凭借工事和民众拥护、以逸待劳等优越条件，仍能对进攻之敌以沉重打击。日军每到一地，施行3光政策：杀光、抢光、烧光。见了妇女就强奸轮奸，奸淫后又用刺刀杀死。一线牛羊猪犬鸡鸭鹅驴，几宰光吃光。这种残忍兽性，谁见了也会气愤。我们进入日军被击退的村落，全村火烟袅袅，庭院路旁躺着纵横尸体和牛羊的皮毛、头脚、骨架、内脏、血迹等，真是惨不忍睹。日军到过的地方，在交通路口、城乡墙壁写着大幅标语，什么日中友好、共存共荣，维护亚洲新秩序，建立东亚共荣圈，维护东亚和平等骗人把戏。1942年初秋，日军自杭州沿这干线铁路进攻，直逼江山。我师奉命堵击，我团阵地为日军攻击重点。日军飞机重炮向我阵地猛烈轰炸，所有工事大部被摧毁。全团官兵决心与阵地共存亡，凭借剩余工事顽强抗击。我连不顾被击轰、扫射以及极盛火力，制压敌炮兵机枪阵地，迫使敌步兵冲锋顿挫，伤亡惨重。我团也只剩200多人，死守阵地。日军攻山未能得逞，退走了。我在这次战役中也被敌机俯冲射击，我背着的团囊也打穿了一个窟窿，但身上幸未击伤。这次战役结束后，我师集合换防，撤离阵地整补。师给我记功一次，调升为第2营迫击炮排中尉排长。1942年12月，我接家中来信，说母亲在姐家患脑溢血逝世，要我回家治丧。
噩耗传来，痛不欲生，食不知味，寝不安眠。父亲病故，我在学校未尽待后之孝，现母亲长逝，我又不能送终吊孝。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，引为终身遗憾。我含着泪水写了一张回家治丧的报告，请求给假1个月。营传到团，团传到师，师长传我到师部。师长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头，我想一定是慈和的。我走到门外喊了一声报告，师长在室内叫了一声进来。我进门敬了一个军礼，立正站在他的桌前。你母亲死了，你请假回家治丧，已经去世了，回去也看不见，交通又不方便，来回要花去很多时间。抗战要紧，没有必要请假。部下回家治丧之日短，而中国孝民之时长。我父母都已逝世，治丧之后，所有年华尽是报国之日。现在恰好是整训，请求师长体念下情，赐予批准。我很恭敬地再度要求师长，中国家是大忠，忠父母是小忠；孝民族是大孝，孝父母是小孝。小忠小孝应该服从大忠大孝。训练新兵重要，不能批假。师长态度很严肃。师长，你也是父母所生。我急不待责地脱口而出：去，找特务连长来，快去。师长朝着卫士说。特务连派了一个排长，2名武装士兵，押送我到江山县监狱里羁押。没说什么罪名，监狱里将失礼羁押的人关在一起，除睡觉的房子外，还有一个约10平方米的院子，可以看见天。里面关的一少校营长，一上尉连长，都因受贿放过了走私商人。一少校军官是为了贪污公款，他是四川人，喜欢说笑话，摆龙门阵。晚上锁在装有木栅的牢房里，白天会开门到小院里聊天。他们说师里的军法审判案完全要听师长的指示，师长说要判几年，军法官再去翻法律本本，找条文配上。我也默认他们所说的不是假话，但师长对我将怎样判，什么时候才判，无法得悉。如果将问题扩大到影响抗战，则可判极刑；如果将问题拉归实际是为了报答娘恩，则可视为无罪。钱已经花光了，只有听天由命了。师长没有忘记，关押了3个多月，派了上尉副官来到江山的监狱，提我回师。出狱后和副官边走边谈，希望从他的谈吐中获得吉凶的预兆，但除了看他的表情似无凶讯外，听不出什么预兆象征。怎样发落，师长当然不会对他说的。到了师部，师长传我到他的办公室，带着笑容问：反省好了没有？师长说的对，中国家孝民族是大忠大孝，应该摆在前头；孝父母是小孝，应该舍小孝而行大孝。没有国哪有家？没有国哪能有我？我完全错了。师长的教育是挽救我，指引我认识错误，改正错误。这次我的头脑保持镇静，倘若一言不慎，会导致不可思议的后果。那你回到连队里去。师长态度很温和，我起伏而快速频率的心跳，虽觉平静了一些，但觉得往后做人难度会很大。师长，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，一行动心跳很急，呼吸破促，关节也很疼，尤其下阶梯一步也走不动，请求师长许住院治疗或回家疗养，病好了再来报效师座，请师长裁夺。师长注视着我的脸容，面黄肌瘦，以证实我不能立即工作，便说：你真有病，就回家疗养吧，好了再来，我给你安排。我辞别了师长，拖着疲惫的腿缓慢地走出师部。我想离开师部越远越好，
这样的反省实在太可怕了。到哪里去呢？钱已经花光，回家没有路费，母亲已安葬3个多月了。归家难，以后找工作也难。听说衢州国民兵团有个姓李的副团长，是同县级的同乡人，决定去找找。如能获得他的帮助，找上工作更好；没有工作，能在他家暂时住下也好。恢复健康后再做打算。到了李副团长家，他太太也是同乡人，听他说话有很浓的家乡土话尾音，我索性以家乡方言和他交谈，表示亲热。他告诉我，李副团长原姓黎，名泽明。民国17年1928年朱德在我村成立苏维埃政府，泽明参加了。朱德走了以后，国民党清乡，要抓共产党人，泽明改名换姓叫李义德，外逃浙江，找上了工作。后来又在蒋委员长办的中央军校庐山特别训练班毕了业，挂上了这块硬招牌，工作才安定下来。李副团长对我很关心，安排在团部当中尉科员，团部上班，在他家吃饭，饭菜做得很好，个多月就恢复了健康。又升我当衢州抗日自卫大队第2中队上尉中队长，主要任务是维护城乡治安，防止敌伪汉奸破坏活动，敌军进攻时配合国军抗击，空袭警报时维护疏散秩序，保持政策政令和征兵民训工作的正常运行等。1943年冬，浙江省军管区在战时省会所在地龙泉，这是以练龙泉宝剑而闻名于世的地方，创办了军管区浙江省军管区干部训练班。这是省里的重要战略部署，万一城市和铁路公路等交通据点被日军占领，这批人就成了游击的生力军。规定每县选送3个连级以上的干部，选送人员绝大多数已在各种军事学校受过训，很多是中央军校毕业的。训练期是3个月。报到后举行了入学论文考试，题目是述国民兵团之改革意见。评卷揭晓，我获得全班260余人的第1名。训练科目很多，有游击战、持久战、地方武装、民兵训练、组织民众等27门课。我决心争取夺魁，集中精力听课，强记课内重点，晚间将全日课程复习一遍才入睡，课间练习国术。毕业考试我又获全班第1名，国术也是最高分。浙江省主席兼军管区司令官黄绍竑手令，前3名各进1级。回到衢州不到1个月，浙江省军管区司令部正式下达委任状，任我为衢州抗日自卫大队少校大队长。这是很难破格提升的一级。我大队和衢州保安司令部的保安大队共同担负衢州地区的安全责任。日本侵略军旨在速战速决，灭我中华。我国则坚持持久战，抗战到底，使敌深陷泥泞，不能自拔。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未经宣战，偷袭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，美国蒙受重大损失。次日，美英宣布对日宣战，爆发了第2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。我国把握战机，从防御转为反攻，给日军以沉重打击。1945年8月6日，美国在广岛投下了世界第1颗原子弹，广岛霎时成了废墟。8月9日，又在长崎投下了第2颗原子弹。1945年8月8日，苏联也对日本宣战，出兵我国东北与我军配合，堵击日本关东军。日本被迫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向中美英苏无条件投降。9月2日，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无条件降服书。9时整，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讲话，接着叫日本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国签署无条件降服书。受降书的签署，
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开始，其次是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以美国全权代表的身份签字，接着是中国全权代表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签字，其他盟军各国代表也在受降书上签字。我国根据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公布的开罗宣言的条款，日本窃取中国领土，如满洲、台湾、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，将日本用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所有土地驱逐出去。1945年7月26日，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，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。同年9月2日，日本签署无条件降服书第1条规定，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，从此满洲、台湾、澎湖列岛等重归我国版图。我国在全国日本占领区，包括满洲、台湾、澎湖列岛接受日军投降，美国进驻东京，苏联占领北方4岛，胜利地结束了第2次世界大战，胜利地结束我国8年的艰苦抗战，凯歌响彻了中华大地，响彻了全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。回头看去，个人的荣辱得失，在民族存亡面前显得如此渺小。但正是无数像余生前辈一样普普通通的年轻人，在最黑暗的年代选择了坚守与承担，才换来了今天的和平。记录这些，不是为了夸耀，而是为了记住。记住战争的残酷，记住和平的来之不易，也记住那一代人曾经怎样走过风雨年头。